是在哪儿？是在做梦吗？我刚刚不是在家里看书吗？满门忠烈落得个满门抄斩，还有这个跟我同名同姓的炮灰，纯大冤种。靠北，我该不会是穿越了吧？小姐，可是梦魇了。你是？小姐，我是春桃啊，怎么了？春桃，《毒妃传》里永昌侯府的丫头春桃吗？春桃，我可曾有什么未婚夫？小姐，您在说太子殿下吗？下个月太子就要来提亲呢。真是《毒妃传》，真给我穿成书里被抄家流放的炮灰苏清渊了。不行，不能坐以待毙，跑是死，求人也是死，唯一的活路只有那个人。银子，我要买命。这位姑奶奶，您要什么样的？能打人的，能守夜的，还是专门处理脏活的？这个太丑了，看着就像个只会蛮力的莽夫，一点杀伤力都没有。下一个，就是他，原书里那个最后反水，那个把太子送进大牢的神秘死士阿九。他，我要他。哎呦，这可是个狠角色，价高一般人买不起啊。我就要他，价钱随你开。姑奶奶，我不差钱。死士不认银子，只认主。只要你能保住我全家，将来无论你想要什么，我都会拼尽全力帮你做到。无论什么，无论什么，从此命归你。赌了，书里侯府是死局，你现在便是我破这死局的唯一变数。喂，你叫阿九是吧？喂，哑巴子，你会不会查人？会不会打架？最重要的是你会不会装死？会。行，既然都会，那第一个正式任务来了，去盯着我那庶妹苏月柔，把她和太子私会的证据拿回来。等等，若被发现，千万别杀人，现在是律法时代。懂，就是打晕、搜身、拿东西。那还好。若反抗，打断腿。你脑子没事儿吧？你就不能想点文明的办法吗？比如迷晕。迷药贵。迷药能有多贵？哼，真是抠门，又不需要你花钱。殿下，等那蠢货姐姐被送去蛮荒和亲，侯府的家产是不是就都归咱们啦？蠢！永昌侯长3万边关救队，单凭他去和亲，动侯府只会落残害中的口实。那怎么办？苏月柔最爱花，这两人肯定在后花园私会了。太子殿下，你觉得是我好看，还是我那嫡姐好看？这赤焰海棠虽艳，都不及月柔你半分颜色，更何况苏清妖一个将死之人。主子，证据拿到了。走。你这带的是什么鬼路？怎么越走越暗？太子的人呢？甩掉了。那就快走，趁天还没全黑。路不对。什么不对？迷路了。顶级死士逃跑还能把自己跑丢？你是路痴吗？该死，苏月柔呢？只有太子，这下更难解释了。哦，这不是苏大小姐吗？这天都要黑了，怎么会在本宫的别院里？我失眠，听说这里的风水好，特地来散散心。苏小姐散心能散到本宫的私人别院里，还是说你是特意来看本宫的？我胡说的，我这就走，不打扰殿下雅兴。这么多人，既然来了，不如进去喝杯茶。本宫正好有事要问苏小姐。怎么办？我们往哪儿跑？太子殿下若执意阻拦，怕是没人能活着走出去。好重的杀气！苏小姐好本事，连这种亡命徒都能买得到。殿下谬赞了，他就是个看家护院的粗人一个，不懂规矩，冲撞了殿下。等他替嫁那日，再一并清算。哼！滚！别让本宫再看见你在别院附近晃悠。阿九，你什么意思？说好的跟踪呢？怎么把我直接引到太子面前去了？你是卧底吧？这是苏月都交给太子的印信拓印副本。边境军报，伪造的战功，还有私通敌国的印信。
他们要伪造我爹通敌的证据。太子这是要把侯府一网打尽，连翻身的机会都不给。所以你需更谨慎。行，算你有用，这次就不计较了。下次还遛弯吗？还溜你个大头鬼，滚出去干活！等等，今晚你去太子书房，把他伪造的那些东西统统给我偷出来，我要让他明天早朝就自食恶果。小姐，快放下账本，后背烧着了，烧着衣服了！不行，这里面有爹的军功簿和地契，烧了就全完了。阿九，你是不是太子派来的卧底？我让你去太子书房偷罪证，没让你回来烧我家呀！我没烧，没烧，那这火怎么回事啊？那是侯府几十年的根基，你知道这一烧我们全家都要掉脑袋吗？半个时辰前，太子派人潜入府中，我与他们打斗时打翻了烛台。打翻烛台？你知不知道太子本来就在找借口抄家？你现在直接给他送了个纵火谋反的由头，我们全家都要被你害死了！先擦脸，灰太大，军械图我守住了，没被他们拿走。东西呢？太子的罪证呢？你不是去偷了吗？书房进不去，守卫太不去，3步一岗，5步一哨，还有暗哨埋伏。完了，全完了！火这么大，张家要是烧没了，连太子再来搜查，我们就真的死无对证了。这火或许是机会。什么意思？现在书房烧了，死无对证，他没有证据，反而不敢轻易动侯府。是这个道理，但他有的是别的法子。他那么阴险，肯定还会想出别的阴招来害我们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有我在。你受伤了，这么深的口子？无碍，小伤。什么无碍？都流血流成这样了，跟我进屋包扎，再晚就要发炎了。这伤怎么来的？旧伤。原书《毒妃传》里提过，废太子萧景禅3年前遭暗算，胸前中箭，留下的疤痕位置就是这里，一模一样。3年前萧景渊被废太子之位随后流放，你怎么会有和他一模一样的伤？死事没有过去，只有主人。少糊弄我！如果你真是萧景琛，那太子萧景云就是夺你储君之位，害你沦为死士的仇人。你接近我，是想借我苏家翻盘，对不对？你只需要知道我是阿九。如果你想复仇，我又算什么？是你棋盘上随时可以舍弃的弃子吗？我的任务是保护你，你的命现在属于我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只有我能决定你的死活，太子不行，任何人都不行。昨晚我一夜未睡，逐帧回忆原书。原书记载，废太子萧景环3年前遇刺坠崖，胸中剑留疤。他自幼修习的独门剑法，还有那股刻在骨子里的金贵气态，都和眼前这人完全吻合。阿九，摘下面具让我看看。死士不露脸，这是规矩。行，装吧你。规矩规矩，你们黑市死士规矩真多。单凭一道伤疤或许是巧合，但你的剑法、握剑习惯，还有偶尔流露的仪态，全都藏不住过往。你就是萧景寒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知道了，又如何？如何？如果太子知道废太子还活着，就躲在我苏府，他今晚就会带兵踏平侯府，我们全家上下几十口人都会因为你丢了性命。小姐，您在说什么呀？奴婢听不懂。苏清妖，有些话说了就收不回了。那你也得让我知道，我到底是在保一个死士，还是在保一个会连累全家的祸害？两者都是。阿九，春桃说最近山匪横行，专挑这种偏僻的路下手。放心，有我在。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敢说半个不字，管杀不管埋。去你的！姑奶奶今天就要从这儿过，我看你们哪个敢动！加油！好险，差一点就被刺中了。沿途皆是太子眼线，方才场面混乱，你受一点轻伤。
在外人看来只是寻常路遇山匪，能打消太子的戒备，不至于逼他提前动手。原来如此，真是高啊！太子邀我3日后赴赏花宴，这摆明了鸿门宴。他以为我不知道他打的什么鬼主意。这次你跟我一起去，要是再像上次那样，我就把你退回黑市，让你再去当10年苦力，挖煤挖到老。好。今夜子时，调侯府暗卫30人，埋伏在太子府外花园东侧炸山后，尽信号行事。我倒要看看太子这次又想耍什么花样。阿九，这次你若再掉链子，我真的不养你了。不会。哼，最好是这样。如果这次再出岔子，我就把你这死尸当废铁卖了，1斤1文钱。陆景云，3年前你夺我储位，害我坠崖，这笔血债该连本带数还了。苏小姐，你这死尸看起来身手不凡啊！本宫瞧着这身形，倒像是旧相识。殿下说笑了，不过是从黑市逃来的粗人，笨手笨脚的，哪配让殿下记得？好身手，这可不是普通死士能做到的卸力法门。他也就是力气大些，平日里连路都认不全，全靠一身蛮力横冲直撞，哪懂什么法门？是吗？那本宫今日倒要见识见识。殿下，死士露脸，主家是要减寿的。这声音为何有些耳熟，像是在哪里听过？让你盯梢，你差点把滚水泼到太子脸上；让你装弱，你那一手卸力功夫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高手。你是来帮我改命的，还是来给我加戏的？有杀气！你能不能别总是这样？哪里跑！给姑奶奶留下！这俩人是太子派的，是要杀人灭口吗？这是3年前就该随我陪葬的东西。萧景晨，你既然没死，为什么甘愿在我府上当个死士？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失去了一切，身份、权利，甚至名字。唯一剩下的，只有这条命和一匹忠于我的影卫。小姐，不好了！老爷在前厅接到了兵部调令，圣旨命侯爷3日后即刻出征，驰援边关，不得有误。你早就知道，却一直不说。你眼睁睁看着我爹去送死。说了你会信吗？你只会觉得我又在算计你。这是当年皇爷爷临终前给我的暗器，若你愿意，用它可调北境30万大军，保你爹和苏家平安；若不，我便带你离开，连夜出城，保你一命，其他的都不再管。你这是在逼我选，一边是全家性命，一边是被你利用，你把我逼到了绝路上。北敌犯境，永昌侯即刻点兵，3日内务必出征，驰援边关，不得有误。本侯领命。爹，不能去，这是陷阱！胡闹！军令如山，岂容儿戏？我身为镇北大将军，岂能临阵退缩？这军报来得太蹊跷，若是太子设下的陷阱呢？苏小姐这是质疑朝廷，耽误了军机大事，你担得起吗？军令不可违，但防人之心不可防。侯爷，末将愿率500亲兵，乔装先行探路，为大军排查伏兵。若有异动，即刻回报。好，若你探得实情，速速回报。小姐，若我3日未回，你便烧了后园的枯井。枯井里有什么？你不能去，太危险了。井中藏有我早年留存的密函、兵符以及联络旧部的信物，一旦点燃，京中潜伏暗卫，成为接应人马，会立刻集结驰援侯府。不到绝境，不可动用，照顾好自己。奉太子令，缉拿通敌逃反。阿九，你区一个死士，还想翻天不成？乖乖束手就擒，饶你一条狗命。让开！给我碎了他！太子有赏。回去告诉太子，别动他，否则
我不介意提前清君侧。护上！谁让你出来的？不要命了吗？我怕你死了没人挡刀，谁要救你啊？3000死士，三面埋伏。好个狼心狗肺的太子，竟敢伪造北狄范境的军情！这断龙谷地势险恶，两面是山，一面是悬崖。他这是要把我苏家3万子弟兵，连同我这个主帅，统统填进那个死坑里。爹，现在怎么办？兵部调令已下，圣旨难违，若不发兵，就是抗旨死罪，满门抄斩啊！抗旨是死，发兵也是死，这分明是个无解的死局。难道我苏家世代忠良，竟要毁在这个畜生手里？兵部调令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侯爷，立刻遣副将率老弱病残按时出发，大张旗鼓，引蛇出洞。我已传信给暗卫，抽调500精锐旧部潜伏山谷两侧，同时飞鸽传书北境，令30万大军外围压阵，震慑敌军。护卫，你是说将计就计，反过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？与其被动挨打，不如借着调令埋伏在断龙谷两侧的制高点，等他们进入伏击圈，再关门打狗，反将一军。好个将计就计！阿九，本侯不管你从哪儿弄来的情报，此次行动以全权指挥。若成功，本侯将你视作上宾，永记你的恩情。这地方简直是天然陷阱，两面环山，一面悬崖，进去就是插翅难飞。太子可真会挑埋伏地点，心也太狠了。站稳些，士卒坠落，便会沦为对方火把。是求援信号，太子的援兵马上就到了。加快攻势，收拢队伍，准备撤离。完了，这下真被人围得水泄不通了，我们成了瓮中之鳖。永昌侯，如今你们插翅难飞，速速束手就擒！太子殿下有令，缴械不杀。顽抗毫无意义，如今你们插翅难飞，不如乖乖交出兵权，我可在太子面前为你们求情，留你一个全尸。我苏某人就算是战死沙场，血溅断龙谷，也绝不会向你们这些乱臣贼子低头。咱们总不能在山谷里干耗着吧？粮食和水最多撑半天，再耗下去不用他们打，我们自己就先垮了。西侧崖道是唯一出路，那里守军最少，且地形复杂，易守难攻。我带20名精锐开路，侯爷带大部队随后跟上，务必在半个时辰内冲出山谷。分兵阻拦，绝不能让他们跑了！侯爷，不好了！张副将断后的时候被敌军掳走了，他们人太多了，我们拦不住啊！想要救人很简单，交出军中布防图，否则我当场斩下他的首级。只能冒险一试，先假意答应稳住李统领，再找机会突袭救人。我只给你们1炷香的考虑时间，1炷香之后，若是局部配合，今日论血洗整座山谷，让你们一个都活不成。我去救人，你们趁机向崖道撤离，切勿回头。记住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，都不要停下。全军撤退，向西侧崖道进发。都怪我，是我连累了诸位，若不是我被掳走，也不会落到这般田地。现在说这些没用，先想办法突围才是正事。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一定能冲出去的。3面环山，一面封路，你们如今已是瓮中之鳖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看谁还能救你们？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！全军撤退，向西侧崖道进发。山道狭窄，敌军兵力难以施展，集中精锐猛攻一处，强行撕开缺口。将士们，随我冲锋！你受伤了，快停下包扎伤口。区区皮肉伤，无碍。爬藤蔓绕行，这崖壁湿滑，摔下去可就完蛋了。正面硬冲行不通，抓牢藤蔓，从侧面攀崖绕行，崖下便是深谷。
稍有不慎便会坠落。诸位可有胆量一试？把外衣脱了，肩头伤口再不处理，发炎可有你苦头吃。不过小伤，不必麻烦。别逞强，在我这儿，伤员没有例外。此地虽隐蔽，但太子搜捕人马遍布山林，我们不能久留。诸位安心歇息，深山岔路极多，外人很难找到此处。侯爷，山脚下出现大批陌生人，服饰皆是太子府样式，正朝着古寨走来。太子手下的人鼻子也太灵敏了吧！全员即刻戒备，守住寨门，切勿贸然现身暴露行踪。奉太子殿下令，听闻侯爷一行人山中遇险，特来登门慰问。劳太子费心，我等只是偶遇山匪，并无大碍。山野饮食粗落，殿下特意备下酒菜，诸位不妨品尝一二。将士们刚经历厮杀，借酒气昏，多谢太子好意，酒菜我们便不收了。哼，告辞。糕点里掺了迷药，一旦入食，我们今夜都会任人摆布。藏身之处已经暴露，传令下去，即刻收拾行装，连夜转移。寨外共有3条下山小路，东侧小路最为偏僻，行走之人极少，相对安全。连日赶路厮杀，大家都疲惫不堪，连夜走山路，体力怕是支撑不住。兵分2队，伤员与轻伤将士走东侧小路先行撤离，我带领精锐断后，拖延追兵。侯爷，使臣并未走远，带着大批人马埋伏在寨外，就等着我们出门动手。太子这是铁了心要把我们困死在这里，连片刻喘息都不给。应聘伤亡惨重，固守古寨也只是坐以待毙。古寨房屋密集，适合周旋，所有人分散躲入木屋，以原路为屏障，伺机反击。人听着，你们已被团团包围，尚可保全性命。若是负隅顽抗，今日便踏整整座古寨。快投降！不要再负隅顽抗！对方人多势众，切勿擅自出手，一切听我号令。他们举着火把，目标明显，我们在暗处反击，还算占些优势。守住各处院门，不要给他们突进的机会。他们要放火，古寨全是木屋，起火之后我们无处可躲。实在太过分了，放火烧寨，完全不顾及无辜寨民。火势蔓延极快，必须立刻冲出去。我在前开路，所有人紧跟我的脚步。火势越来越猛，再耽搁下去，咱们都要被烧成炭了。大家跟紧队形，千万别走散，别让他们跑了，全力追击！这帮人跟牛皮糖似的，甩不掉，再这么跑下去，体力迟早耗光。路边有巨石，合力将其推落，堵住山道，拖延追兵。废物！赶紧搬开石头，继续追！诸位过来看看，果然是太子勾结外敌的密信，这下人证物证俱全，就是扳倒他的铁证。此信干系重大，务必妥善保管，绝不能有半点闪失。放心吧，我看得比性命还重。跑了这么久，也该停下了。今日我看你们还能往哪里逃？
真是祸不单行，前有拦路兵，后有追兵，今天算是被围得彻彻底底了。侯爷，如今进退两难，我们拼死一战吧。我等身正不怕影邪，即便身陷重围，也绝不会向奸孽低头。两队追兵尚未合兵，力量分散，我们集中精锐，猛攻前方防线，一举冲开主干道。说得对，密信是唯一希望，拼死也要冲出去。兄弟们加把劲儿，冲出山林便是生路。再加一把力，他们撑不住了。可算摆脱纠缠了，总算能歇上片刻。这一路连跑带打，比画本子里写的剧情还要惊险100倍。传圣上口谕，命永昌侯一行人即刻入宫觐见，片刻不得延误。侯爷，圣上正在大殿等候，请随我入内。刚从山里九死一生逃出来，我连口气都没喘匀，直接就要面圣，也太赶了。朝堂之上危机四伏，太子必定早已等候多时，还是要多加小心才是。青瑶，记得要谨言慎行，切莫随意插话。我晓得，爹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不会乱说话的。父皇，永昌侯私自滞留深山，行踪诡秘，恐早已心生异心，勾结乱匪，意图不轨。好家伙，我们拼死拿到他通贼的证据，他反倒先恶人先告状了。太子颠倒黑白，实在太过无耻。稍安勿躁，是非曲直，面见圣上自有分晓。侯爷可算回来了，本宫还以为你要在深山之中久居不出呢。臣参见陛下，山中遭遇太子麾下人马围追堵截，险些无法归来。本宫麾下将士一向恪守本分，怎会围堵朝廷重臣？太子殿下，人可以说谎，物证却做不了假。哦，不知苏小姐口中的物证是什么？不妨拿出来，让满朝文武一同开开眼界。苏小姐既然手握物证，为何迟迟不肯拿出？莫非只是随口编造，故意诬陷本宫？殿下不必着急，证据自然会公之于众。只是在出示证物之前，我倒想问问殿下为何派人在断龙谷设下重兵，意图伏击我父亲与全军将士？一派胡言！断龙谷荒无人烟，本宫为何要大费周章设伏？苏小姐无凭无据，当众诋毁楚军，该当何罪？陛下，臣麾下诸多将士都可作证，山谷之内确是东宫服侍的人马。陛下，太子素来仁厚，想来其中必有误会，还请陛下明察。瞧瞧，太子党羽还真不少，这是打算以多压人啊！不必理会旁人，守住政务，静待时机即可。都安静！永昌侯，你所言遭遇围堵，可有旁人佐证？末将亲眼所见，东宫人马层层围堵，意图赶尽杀绝，纯属栽赃。此人乃是永昌侯心腹，自然帮着自家主子说话。父皇，这几人是从深山抓回的可疑之人，儿臣怀疑他们就是永昌侯勾结的乱匪。父皇，这些人常年盘踞深山，儿臣有理由怀疑他们就是永昌侯暗中豢养的人手。陛下饶命，我等只是寻常猎户，绝非什么乱匪啊！太子殿下可真会联想，深山猎户都能被说成乱匪，照这个说法，京郊百姓岂不都成了匪寇？苏小姐休要插科武魂，如今人正在此，你还想狡辩？陛下，臣世代驻守边关，一心为国，仅凭几个猎户，无法定臣罪名。朕知晓你忠心耿耿，此暂且搁置。夜深了，众人先行退朝，此事改日再议。折腾大半晚，结果什么都没定论。太子这搅局的本事真是一流。太子党羽众多，今日在朝堂之上占了上风，往后怕是会更加变本加厉。朝堂暂时无法分出胜负，接下来他定会从侯府下手。侯爷，小姐，方才府里不少仆役鬼鬼祟祟，四处打探消息，行迹十分可疑。果然来了，看来太子已经派人潜入府中，想暗中搜查我们的政务。侯爷，就是这几人，入夜之后不停在书房偏院徘徊，一问行踪就支支吾吾。说说吧，深夜不休息，四处游荡，是想找些什么？小人只是睡不着，出来散散步罢了，并无恶意。是啊，小姐，我们就是随意走动，不敢有别的心思。深夜鬼祟游荡，问话又言辞闪烁，当我们都是愚人不成？我待府中下人向来宽厚，尔等为何要受人指使，暗中探查府中动静？速速从实招来。老实交代，是谁给你们好处？若是坦白，侯爷既往不咎；若是执意隐瞒，后果可就不好说了。太子心狠手辣，替他做事，早晚都会被舍弃。别再执迷不悟了。小人招是太子府的人找到我们，给了银两，让我们盯着府中动向，若是发现特殊文书，立刻偷出来送去东宫。听听，真相这不就出来了？太子为了抢夺证据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罢了，
念在你们只是受人蛊惑，每人领1月月钱，明日起离开侯府吧。近日我总觉得你行踪不定，频频独自外出，你当真只是为了护着侯府，还是另有谋划利用我们？我行踪如何，自有我的道理。我答应过护你周全，便不会食言。道理？连日来你多次独自深夜外出，问你去向也闭口不谈。如今我们与太子势同水火，你到底在暗中联络什么人？青云，不可胡乱猜疑。阿九数次舍命相救，绝非歹人。爹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他身手卓绝，心思深沉，来历更是不明。谁能保证他不是借着我们对抗太子，达成自己的私欲？小姐，阿九大人一路拼死护着众人，应当不会加害侯府。我外出联络旧部，只为合力扳倒太子。我的确有私人恩怨，但从未想过利用侯府重。私人恩怨？你的过往本就遮遮掩舍，如今又暗中集结人手，让我如何信服？侯爷小姐，方才下人来报，在后院僻静角落看到阿九大人与一名陌生黑衣人低声交谈。果然如此，深夜私会外人，还有什么可辩解的？那是我的旧部前来传递消息。旧部？如今大敌当前，你却私下往来，我很难不怀疑你的用心。既然你不信我，那从今日起，我不再插手侯府之事。只是太子步步紧逼，你们当真有自保的把握？你们听说了吗？永昌侯府收留的那个神秘死士，身份可不一般。我还听说，那人是当年被废的旧太子，如今躲在侯府，想要借着侯府势力重夺储位。小姐，外面都传开了，满城都在说阿九公子是废太子，还说咱们侯府意图谋逆。不用想也知道，这流言必定是有人故意散播的。明显是有人刻意煽动，想要离间我们与阿九，同时败坏侯府名声。嫡姐，如今满城风雨，人人都在议论咱们苏家窝藏重犯。依我看，不如直接把那个来历不明的人赶出去，免得惹祸上身。这话也就你说得出口？当初在山谷里，是谁跟着太子通风报信，害我们陷入险境？嫡姐不要血口喷人，我何时做过这种事？我只是为了整个苏家着想。流言蜚语无需理会。清月，你若依旧猜忌，我即刻离开便是。现在赶你走，旁人只会说我们心虚，但你也别指望我再全然信任你。瞧瞧，百姓都被流言煽动了，再留着此人，用不了多久，官兵就要上门查抄侯府了。不许动，乖乖跟我们走！小姐，救我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拦着我？快救人！对方有备而来，冲动只会让我们也陷入圈套。他们的目标不是伤人，是要挟。想要救这个丫鬟，就把你们从深山带回的密信交出来，一手交信，一手放人。尔等是太子派来的人，用一介弱女子要挟，手段未免太过卑鄙。我们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今日拿不到密信，这丫鬟就别想活着离开。你们休想得逞！那封密信是揭发太子罪证的关键，我绝不会交出去。小姐，不要管我，千万不能把证据给他们。春桃，别怕，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。巷弄狭窄，对方人数不多，我从侧面迂回制住领头之人，你们伺机解救春桃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这次我暂且相信你一次。别白费力气了，我们的援兵已经到了。今日密信、丫鬟2样东西我们都要。现在投降，还能少受些苦头。识相的就把密信交出来。想要证据，除非我死。护卫们，护住两侧，伺机救人。拦住他！小姐，我没事。没事就好。接下来我们一起并肩作战。这帮歹人全是太子的长牙，下手不必留情。一个都别想走。方才多谢你出手相救，之前是我太过猜忌，言语多有冒犯。无妨，猜忌源于处境，我能理解。误会解开便好。如今众人同心，才能对抗奸邪。奉太子之命，听闻此处有人聚众斗殴，劫持人质，命我等前来拿人，全都不许乱动。有人举报此地发生劫持案件，还聚众械斗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统领明鉴，是这些蒙面人劫持我的丫鬟，我们只是出手救人，并非无故斗殴。
统领大人，是永昌侯府之人强行扣押我等，还动手伤人。我们只是路过，无故遭受迫害。你胡说！明明是你们把我绑走的。统领切莫听信谗言，这些人都是太子派来的爪牙，意图抢夺重要政务。侯爷此言差矣，无凭无据，怎能随意污蔑储君？来人，将所有人暂且带回官府审问。太子这是把官场手段玩明白了，派人行凶，再借官府之名反咬一口。强行反抗只会落人口实，随他们走一趟即可，真相终会大白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如今局势越来越凶险，咱们也算并肩走了这么久，有些事不如敞开了说。你一直暗中联络旧部，接下来到底有什么打算？3年前萧景云暗算于我，夺走侍卫的一切，我集结旧部，也是想彻底揭穿他的真面目，还朝堂一个清明。到了，所有人随我入内候审。堂下众人，方才巷中纠葛，从实招来。大人，小人几人本是寻常百姓，路过巷景如郡，被侯府之人无故殴打扣押，求大人为我们做主。寻常百姓，随身携带利刃，还当众劫持丫鬟，天底下有这样的百姓吗？府尹大人，这些人受太子指使，意图抢夺我等手中的政务，谋害府中之人，证据确凿。侯爷口口声声提及太子，可有实证？若无证据，便是诬告皇储。我们一路追剿，对方言行举止皆是东宫行事风格，绝非平民。府尹大人，太子仁厚，断不会做出此等勾当。依我看，是侯府一方刻意栽赃。完了，府尹和禁军统领都偏向太子，这公堂怕是审不出公道了。他们收了好处，自然可以偏袒，不必慌张。我早已安排人手在外接应。大人，宫外传来消息，太子亲自驾临府衙，说是要亲自旁听审讯。太子亲自到场，想来是想当面施压，颠倒黑白。他倒是心急，生怕这些剿匪说出实话。听闻此地出了纠纷，本宫特意前来。今日便让本宫好好听听永昌侯府还有多少说辞。太子殿下大驾光临，下官有失远迎。不必多礼，本宫听说这里有人状告东宫，特意过来看看热闹。还看热闹，分明是过来撑腰的。稳住心态，别被他扰乱节奏。殿下，这些歹徒持刀劫持府中丫鬟，摆明是受人指使，还请殿下明辨是非。哦，还有这种事？你们当真劫持他人？殿下明察，我们没有，是侯府的人冤枉我们。你胡说！当时那么多人都看见了，还想抵赖？公堂之上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永昌侯，你口口声声说这些人是本宫指派，可有人证物证？单凭一面之词，可定不了罪。我们手里有你勾结外敌的密信，这就是最大的证据。密信？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故意伪造，用来栽赃本宫？如今未特知朝堂不少官员都觉得你们居心。太子为人正直，正是永昌侯府蓄意构陷。没错，侯府行踪诡异，反倒该好好查一查。这下麻烦了，太子拉拢这么多官员，明着偏袒他，咱们有理也说不清。太子经营多年，朝堂党羽众多，一时之间确实难以抗衡。难道就任由他颠倒黑白？咱们手里还有密信，总不能一直藏着。硬拼行不通，我这边还有昔日旧部与暗中交好的朝臣，可以出面制衡。你真能联系上中立的官员，别再出什么岔子了。放心，这些人当年受过恩惠，为人正直，不会依附太子。主子，按照吩咐，已经联系上3位元老重臣，他们愿意出面主持公道，很好，让他们择日在朝堂之上直言进谏即可。太好了，有这些老臣出面，太子也不敢太过放肆。元老重臣威望极高，有他们修筑，局势就能扭转不少。不过太子不会坐以待毙，接下来他肯定会想出别的招数打压我们，大家多加提防。他招数再多，我们见招拆招就是，总不能一直被他压着打。不好，太子派人盯着我们了，看来他已经察觉到我们在联络帮手，接下来怕是要抢先动手。北狄边境近来动静不小，屡屡挑衅我大晋边境。众卿说说，该派何人领兵镇守？父皇，边关战事要紧，儿臣举荐心腹大将前去领兵，定能击退外敌。他摆明想借机掌控边关兵权，一旦得手，后患无穷。陛下，臣常年驻守边关，熟悉北狄敌情，恳请陛下准许臣领兵出征。太子此言不妥，永昌侯世代镇守边关，战功赫赫，论领兵能力，朝中无人能及。侯爷近日风波不断，又深陷流言之中，军心难免不稳，贸然前往边关，恐生变故。诸位莫要被旁人蒙蔽。如今侯府疑点重重，实在不宜掌兵。太子无凭无据，屡次针对，难道要因私怨置边关数万将士于不顾吗？既然大家意见不一，那就比拼调度之能。3日之内，谁能拿出最优边关布防方案，谁便领兵前往边关。太子故意设下赌局，这3日必定会想方设法暗中使坏，必须立刻回府做好防备。
小姐，太子心思交诈，他手下将领也不是泛泛之辈，咱们能赢吗？事在人为，我父亲对战况了如指掌，肯定没问题。北狄擅长突袭，这几处山谷是防守重点，必须安排重兵把守。属下这就按照侯爷的思路整理详细的布防文书。这里还有一处隐秘小道，常人容易忽略，北狄极有可能从这里偷袭，一定要增设暗哨。对啊，我都没注意到这个位置，多亏你提醒。太子那边估计想不到这么细致。等等，太子一直盯着兵权，就算这次比拼赢了，他会不会暗中使坏，比如半路劫走我们的方案？你考虑的有道理，此人不择手段，不得不防。我会安排人手日夜看守书房，同时多抄写一份方案，分2处存放，就算一份出事还有备份。还是阿九想的周全，这下就不怕被人暗中动手脚了。有人在外面偷听，看来太子真的派人来打探消息，想偷我们的布防方案。站住！来了就想走？太子还真是心急，直接派人来偷方案，未免太明目张胆了。把他押下去看管，明日一早交给陛下处置。这人留着也是隐患，万一太子派人来劫人怎么办？我安排2名护卫天守，不会出事。咱们继续完善布防方案，不要被这件事打乱节奏。现在证据又多了一样，太子派人偷窥窃取军机，这罪名可不小。只可惜此人只是底层探子，很难直接牵扯到太子本人。就算不能直接定罪，也能让陛下看清他的心思。他越是着急抢兵权，越说明心里有鬼。都大半夜了，大家先歇歇吧，熬坏了身子可不行。侯爷，不好了！方才有人潜入关押之地，把那名探子救走了。侯爷来的挺早，想必方案已经写好了吧？分内之事自然不敢耽误。别装模作样了，昨晚派人偷方案救走探子的事，我们都清楚。姑娘可别乱说话，我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比武凭的是真本事，耍嘴皮子没用。多说无益，进衙庭递交方案，让兵部官员评判即可。2位的方案各有长处，不过边关粮草储备不足，这才是眼下最大的难题。粮草之事，东宫早已安排妥当。若是由我们领兵，粮草绝不会短缺。什么？边关粮草怎么会出问题？肯定是太子搞的鬼，他暗中截断粮草，故意给我们制造麻烦。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粮草调度归兵部管辖，和东宫毫无关系。不用狡辩，截断粮草就是为了逼迫朝廷把兵权交到太子手上。如今粮草短缺，就算我们方案再好，也没法顺利出兵。如今粮草断供，我看你们还怎么领兵？这一次兵权注定是我们殿下的囊中之物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各家世家临时筹措粮草，先解边关燃眉之急。我和这些世家祖辈都有交情，上门求助，他们应该愿意伸出援手。侯爷来意我明白，只是如今局势敏感，太子势大，我们实在不敢贸然相助，还请侯爷谅解。如今是边关安危大事，北狄打过来，整个京城都不得安宁，岂能因为畏惧太子就袖手旁观？这些人个个明哲保身，看着真让人窝火。大部分人都怕被太子牵连，不过还有几家老牌世家，向来刚正不阿，可以去试一试。事到如今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走，侯爷为国操劳，心系边关，我周家愿意全力相助，粮草即刻清点装车。太感谢您了，这下边关的难题就能解决了。奉太子命令，私自调动粮草，视同违律，所有人立刻停下，不许运送粮草出城。边关将士缺粮，我们自愿捐献粮草为国分忧，哪里算得上违律？太子有令，没有东宫手谕，任何粮草不得私自调出京城。太子不管边靠万将士的死活吗？北地敌随时会进攻，缺了粮草，谁来镇守国门？尔等不过是听命行事，不要助纣为虐，赶紧让开道路。我们只听太子号令，今日绝不让粮草离开此地。你们也太蛮横了，真要闹到陛下面前吗？硬闯只会引发冲突，落人口实，对方拦得住一时，拦不住一世。周先生，先把粮草暂时运回府中保管。也好，我倒要看看太子敢一手遮天到什么时候。现在粮草有了，却运不出去，这可怎么办？我联系暗中的朝臣，入宫向陛下禀明实情。陛下心系边关，绝不会任由太子阻拦粮草运送，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。麻烦你了。正上口谕，准许粮草即刻发往边关，任何人不得阻拦。哈哈哈哈！圣明，这下没人敢拦着了。粮草顺利出发，太子这次算是吃了大亏，但依我看，他肯定不会就此罢休，下一招很快就会来。陛下，太子接连暗中使绊子，所作所为全是为了争夺兵权，野心昭然若揭。父皇，儿臣从未有过半分私心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狡辩，截断边关粮草、偷窃布防方案，桩桩件件都有人证，这都是旁人恶意栽赃，儿臣实在冤枉。好了，此事朕心里有数。太子，你身居主位，当以身作则，往后安分守己，不得再肆意生事。
儿臣谨记父皇教诲。陛下明显是有意偏袒太子，不愿彻底追究。毕竟是当朝储君，陛下一时难以决断。不过我们已经点名厉害，陛下心里定会多加防备。没有重罚太子，只是口头警告，看来事情还没完，必定会铤而走险，做出更出格的事。我们严加防备，静观其变即可。皇家宫宴，这个节骨眼举办宴会，十有八九是太子设下的新圈套。我们去还是不去？小姐，依我看还是别去了。太子一直针对我们，宫宴之上人多眼杂，万一他暗中下手，想跑都跑不掉。我也觉得危险。宫宴由太子协办，里面全是他的人，防不胜防。不去也不行，皇家宴会公然缺席，会被安上藐视帝权的罪名，到时候是有理说不清。情缘说得对，小心提防便是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陪你们一同前往。宫宴是太子最后的机会，他一定会在宴会上发动大动作。你也一起去，就安心多了。到时候我们互相照应，别落入他的陷阱。宴会上的酒水食物绝对不能随便碰，谁知道里面有没有问题？还有，尽量不要单独行动。我会带领几名精锐护卫，混在侍从之中，随时接应大家。我会留意太子以及他身边所有人的动向，一旦发现异常，立刻出手。大家各司其职，稳住心态，不要自乱阵脚。其实我一直想问，宫宴之上若是彻底撕破脸，你打算暴露自己的身份吗？该揭开的时候自然会揭开，现在先陪太子演完这最后一场戏。看来这场宫宴就是双方真正摊牌的时刻了。3日之后，咱们宫里见。今日宴请诸位爱卿，恰逢良机。本宫近日听闻一桩奇事，永昌侯府收留的护卫来历十分蹊跷。太子殿下，宫宴之上何必谈论无关之人？此人常年佩戴面具，从不以真面目示人，身手气度都绝非普通死士。诸位难道不好奇吗？这枚玉佩是3年前坠崖失踪的旧太子之物，而我查到此物如今就在这位面具人手中。殿下此话当真？莫非失踪的旧太子还活着？没错，廊外之人正是当年谋逆被废的萧景琛，他躲在侯府，就是想借永昌侯的势力重夺储位。殿下凭空捏造，蓄意栽赃，仅凭一枚玉佩，怎能定人罪名？是不是他？摘下面具一见便知。来人，上前摘去他的面具。都住手！宫宴之上动刀动枪，成何体统？父皇，此人就是萧景琛，他隐姓埋名潜伏京城，居心叵测，还请父皇下令将他拿下。陛下，此事疑点重重，太子一面之词不能轻信。你且过来，戴面具之人摘下面具，让朕看一看你的真面目。真的是前太子，果然被我说中了。萧景琛，你死里逃生，不思安分，反倒勾结外臣，意图作乱。儿臣见过父皇，3年前我并非意外坠崖，而是遭人暗算。一派胡言！当年是你勾结外敌，意图谋反，坠崖是罪有应得。事到如今，还有诸多隐情。来人，将萧景琛、永昌侯一行人暂且软禁在宫中偏殿，没有朕的命令，不得擅自离开。如今你身份彻底曝光，局势变得万分棘手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躲是躲不掉了，3年前的冤屈，今日我必须当众说清楚。太子势力庞大，朝堂半数官员都依附于他，仅凭一面之词，很难让陛下信服。我手里掌握他勾结北狄、伪造军情、构陷忠良的全部线索，还有当年参与暗算我的亲信，如今还活着。陛下有旨，传2位即刻前往养心殿问话。该来的总会来，走吧。萧景琛，3年前谋反一案，朝野定论已久，你如今现身，说自己遭人暗算，可有证据？当年所谓的通敌疏近，全是伪造。他嫉妒我的储君之位，暗中收买死士，在我巡山途中痛下杀手。父皇，他血口喷人，我身为弟弟，怎会做出手足相残之事？你做过的坏事数不胜数，断龙谷设伏，截留边关粮草，散播流言，桩桩件件都是你的手笔。空口无凭，朕要亲眼看到人证物证。若是拿不出证据，休怪朕不念父子情分。父皇要人证，我这就带上来。奴才参见陛下。3年前是太子萧景云收买一众杀手，伏击前太子殿下，奴才亲眼所见。你胡说！你是被他收买，特意前来诬陷我的。奴才当年侥幸存活，隐姓埋名至今，就是等着有朝一日揭穿真相。太子殿下，你当年许诺我的高官厚禄，转头就想杀人灭口，难道都忘了吗？陛下，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有太子勾结北狄的密信，以及派人围堵我全军的人证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全是栽赃，这些人都是串通一气，故意构陷储君。你利欲熏心，为了储位不择手段，连边关将士、满朝文武都想踩在脚下，你对得起大清百姓吗？朕万万没有想到，我悉心培养的太子，竟然是这般心性。想跑？3年前你能按下杀手，今日休想再脱身。
门外侍卫，守住殿门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快出去！陛下，民女有要事禀报，我全都招了。是太子利用我极度敌姐的心思，拉拢我做事，我帮他传递消息，打探侯府动作。我还亲眼看到他伪造文书陷害忠良。月柔，我一时贪念，想做太子妃，才一步步沦为他的爪牙。如今大势已去，我不想再继续错下去，求陛下饶我一命。你这个叛徒，竟敢出卖我！够了！人证齐聚，证据确凿，你还不知悔改？勾结外敌，残害手足，构陷大臣，桩桩都是杀头大罪。既然事情败露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这楚卫，这江山，我志在必得。禁军将士听令，守住各处宫门，切拿作乱叛党。你执迷不悟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全是你自己造成的。少在这里说风凉话！若不是你占着楚卫，我何须费尽心思？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萧景云，立刻放下兵器投降，朕可以饶你一命。投降？我输不起！即日起，废除萧景云太子之位，收回所有兵权，打入天牢，等候发落。我不甘心！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这是你应得的下场。景臣，当年你蒙受冤屈，朕识人不清，让你受苦了。如今祸首伏法，朝堂需要主事之人。殿下冤屈得以昭雪，又亲手平定宫变，论德行与能力，乃是楚卫最佳人选。臣恳请陛下复立前太子。多谢各位大人厚爱，这份心意我心领了。但是楚卫，我实在不能接受。如今奸人伏法，正是你重回东宫执掌朝政的好机会，为何要推辞？经历了这3年的明争暗斗，我早已厌倦朝堂里的勾心斗角。比起储君之位，我更想去边关驻守，守护边境安宁。国不可一日无储，你执意推辞，难道就不顾及朝堂大局了？朝中贤能之人还有很多，定然有人能担起储君重任。而北狄虎视眈眈，边关更需要人手，我愿前往戍守。边关固然重要，朝堂才是天下根基，殿下万万不可意气用事啊！此事关乎国本，不能仓促决定。明日早朝，召集所有宗室重臣，一同商议储卫人选。宫里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，萧景云被打入天牢，你的冤屈也洗清了，恭喜你。多谢。只是如今楚卫悬而未决，朝堂恐怕是又要再起纷争。我听说很多大臣都劝你重新当太子，你真的不想回去吗？皇宫之中勾心斗角，我早已厌倦。比起楚卫，我更想守在边关，护一方安宁。你的想法我能理解，只是宗室和百官未必会同意。陛下心中其实还是偏向你的。小姐，阿九要是当了太子，那咱们府里可就风光无限了。风光有什么用？整日活在算计里，日子也过得不自在。青鱼说的没错，当初我化名阿九，留在侯府，本是为了复仇。可这段日子相处下来，反倒觉得这般自在的生活才最珍贵。那接下来早朝商议，你打算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吗？我心意已决，不管众人如何劝说，我都不会改变主意。老爷小姐，宫中传旨的人到了，催促各位重臣即刻入宫参加早朝。萧景云作乱之事已尘埃落定，如今储卫空缺，众卿有何人选举荐？臣举荐萧景臣殿下，他昔日政绩卓著，又刚平定叛乱，德才兼备，是储君最佳人选。父皇，各位王爷大人，臣恳请收回举荐，臣实在无心身居储位。你再三推辞，可是心中对父皇还有怨气？儿臣不敢，只是3年前的变故让我明白，权势并非一切。如今北狄虎视眈眈，边关更需要人手，我愿领兵驻守边境。殿下此言差矣，朝堂是天下根本，岂能无人坐镇？陛下，臣以为人各有志，景臣殿下一心镇守边关，也是为国效力。朝堂可以另选贤能，不必强求。陛下，天牢突发病动，废太子的残余党比集结人手，打算劫狱救人。死守牢门，绝不能让叛党劫走犯人。分出1万人手封堵街道，
另一半协助禁军守卫牢门，不要放走一人。这些残余爪牙还不死心，今日必须将他们一网打尽，救出太子，再造乾坤！兄弟们，全力冲杀！你们别想着跑，犯下谋逆大罪，今日一个都跑不掉。殿下，侯爷，多亏二位及时赶来，不然天牢真要被他们攻破了。斩草要除根，把所有作乱之人全部拿下，逐一审问，查清余党。我们还有埋伏，城郊别院还有数百人手，随时准备起事。看着安安静静的，里面珍藏了数百乱党，不会是对方故意骗我们的吧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大家小心戒备，分头包围别院。果然有埋伏，列阵迎敌。小心房顶上还有人，别被暗箭伤到。总算把最后一批余党清除干净了，京城终于能安稳下来。萧景云苦心经营多年，党羽盘根错节，今日能彻底肃清，往后也就再无隐患了。接连几场大战，大家都累坏了，先清点人数，处理残局，再回城复命。勾结外敌，出卖国土，你简直是大靖的罪人！事已至此，我无话可说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陛下，所有人证物证齐全，叛乱余党全部肃清，边关隐患也能彻底解除，祸首伏法，内乱平息。如今在议储位，朕尊重所有人的想法。陛下，臣依旧恳请前往边关驻守。北狄与萧景云有盟约，必定会伺机来犯，我前去镇守，可保边境无忧。殿下执意赴边关，我等也不再强求。那储位该如何定夺？朕观察多日，七皇子性情仁厚，勤学理政，可立为新太子。众卿以为如何？多谢陛下成全，臣近日就动身前往边关。你二人携手破局，护佑朝堂有功，朕另有赏赐。不知你们二人可有什么心愿想要实现？民女别无他求，只愿家人平安，天下百姓安居乐业。臣只求镇守边关，守护国土，此生足矣。好，朕准奏。另外，朕知晓你们二人一路患难与共，今日赐婚，则良辰完婚，如何？陛下当众赐婚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自然是满心欢喜。从当初被你重金买下，一路并肩走到现在，我早就不想与你分开。回想最开始，我还处处提防你，如今想来倒是好笑。换作是我，也会对一个来历不明的死士心存戒备。好在风雨都已过去，往后再无阴谋算计。你执意前往边关驻守，路途遥远，战事凶险，一定要多多保重。我答应你，定会守住国门，平安归来。等北狄之乱彻底平息，我便风风光光上门求娶。我会守好侯府，安心等你回来。不管多久，我都愿意等。殿下，一路保重，小姐会在侯府等你回来。殿下，边关凶险，万事小心。侯府永远是你的后盾。我会在家等你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放心，我定会平安回来。待到边境安稳，我便回京与你相守。穿进书中的死局，终究被我们亲手改写。往后岁月，山河无恙，岁岁安康。